现在我们用一根勾线笔，很细的勾线笔来画这个鸟的眼和嘴，调墨。毛笔一定要拿稳了。然后我们就换一支丝毛的笔，把它用清水打湿，还是这一根小笔七子三芽，然后它的30%是芽毫，然后中间是兰毫，应该说兔毫，兔子毛，把笔调匀了。吸取多余的水分，看这个水分能看出来，可能就太大。好了，它的头是黑色的，我们还是先刺毛，把那个眼周围画的重一些。然后撕这个黑色的毛也不要撕得太平，它有一个深浅，像眼周围这个地方比较深，再往外就越来越浅，它有一个过渡色。你看这个地方越来越轻。我们再离近一些。不要撕平了，要撕的它有层次、有毛的感觉，就是灵活，有深有浅。这都乌黑一团，它没有层次。黑的中间它还有黑，还有更黑的，更黑的中间还有更黑的。浅的地方还有更浅的，它要有层次、厚重感。那现在这个地方比较深，这个地方比较浅，这还不够，我们还要先撕一遍，然后再把它加深。撕毛的时候，不要想着它就是在这画，在这撕，都是这样一个过程。你要想着，我们是在画它这个头，然后它的头有结构，有那个羽毛，有大小，有明暗，有关系，要理解的画，
一边理解你画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。看我撕毛的时候，故意在这里留了一块，然后就是为了它有点变化，不这么均匀。加深眼的周围，眼的周围不够重，要有一个地方画到最黑，就是说墨的颜色，最黑的颜色。这次我都调了一下毛笔，然后一直没有换色，没有调笔，就用这个颜色就把它画下来了。一开始比较湿，我画的重的地方，现在呢，毛笔的水分很少了，比较干，就画浅的地方，少来一点。一点一点的把它画的让它厚重起来。根据它这个结构啊，参考这个照片来撕它，重的地方要把它加重，浅的地方要把它要把它画浅。鸟头要画好，鸟头画好以后就很精神。鸟头画不好，你身子画的再好也没用。还有就是个鸟眼，提神的地方。不要着急，一遍一遍的画，然后把它加深，由浅入深才行。就是你心静下来，慢慢的画也很快。一般一只鸟2个小时吧，就1个半小时、2个小时就画好了。像有些画家那些大作品啊，笔不大，像那个一般的4尺3裁的都要画5、6天，也很多一些名家的画。像我们这些跟他们比还是快的，但是跟那些江湖画家就是一压哈就好了那种画，可能要慢一点。凡是有学术性的东西，它都需要你慢慢的表达它，它不是说一画就好。
唐秀玲老师就说了，画都是设计出来的，看着简单极下，它都是经过精细推敲的。浅的地方也要把它层次画出来，这个地方。深的地方还有更深的，浅的地方还有更浅的。现在毛笔比较干了，它的水分很少了。把这个接近身体的这个地方加重一点，然后由深到浅一个过渡，不要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一样重，那就没有意思。画画有时候就是画的是关系，也不是画画，就是画的关系，由深到浅，由浅到深的一个关系。这个时候我们毛笔的颜色很少了，但是画重的地方画不了了，我们就只能在浅的地方让它厚重一些，把它补起来。我们再调墨。还有一个啊，我发现用这个画魂的这个黑色来画，有时候比墨还要好使。它这个颜色有时候有用墨，有时候用颜料的黑色，它很细腻，比墨要细腻，它墨比较粗糙。回来可以用黑的颜料来画也行。加重该加重的地方。因为我们的背景一般呢都很简单、很粗糙，所以说这个鸟啊要画的精细一点，它要有粗有细，有放有收。背景很放，但是个鸟把它收回来了。再调还是不够浓，不够重。因为它头本来就是纯黑色的，你画的太浅了，感觉不黑。我们能画多黑就画多黑，但是一定要有层次，黑也有层次。像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慢慢的给它画几根毛，边缘的地方。然后还是不够重，再加重它，加到最黑。黑中间要透气，不要一块就是死黑。黑的里面它有浅色，它有透着气呢。不要就是全部一块乌黑画上，那就死了，那就把这个画就画死了。
加深的话，还是尽量把眼周围加到最深，然后向外有个过渡。有时候撕的毛就这么一丝一丝的，一根一根的。有时候毛笔干了以后啊，撕出来以后都是颗粒，就是点点。你看，就是画一笔，就是这种感觉，这种感觉，颗粒感。接着来画，继续画。鸟的头尽量画的要好一些。画好这个头的话，你身子粗一点也没事。所以说你很快画好的那个效果一般都不会太好。还有这个边缘的地方一定要不要太齐，因为它这个毛啊没有那么齐，是吧？跟桌子那个边儿一样，那么齐整的它就没有。画山水讲究勾勒、皴擦、渲染。其实我们现在画鸟这种画法也类似于那种画法。像这个毛呀，需要我们把它皴擦、丝擦，一边撕毛一边像那个皴山一样，然后把它染出、擦出来，擦出的它的立体、明暗、结构。像这个重应该还是不够重。然后我们来调一点灰色，或者说花青，在这个鸟的头后部再染一下。这是剩下的这个色，应该有花青，还有蓝色什么的混在一起了。其实直接用花青也行，花青调一点墨。吸取多余的水分，轻轻的撕它。纯墨的话就感觉有点单调，不厚重，然后用花青把它撕一下，也是为了追求变化。然后这个花青啊，它也属于暗的颜色。
行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了，这个头部。